大家好，这节课我们来写 systematic 的中段的延伸函数。我们还是直接写代码。我们上节课已经写了这个通过轮循的方式来实现的延时。那我们这节课中段的和它的类似，只是把中段打开了而已。我们这里呢要加一个 systematic init 的函数。为什么要加这样一个函数呢？为什么不能像 delay ms 这样直接就写一个延时呢？因为我们先要初始化一下，把中段这些都打开之后呢，我们就不需要去在这个函数里面去管它究竟是有没有运行到了，我们直接就去直接就等着中段里边的那个计数值到达就可以了。我们这个systematic init 呢，它和这个 delay ms 其实是类似的，只是去初始化一些数值，我们直接给它 copy 过来。还是都写成0，然后这个呢是 tick， 我们直接通过初始化传进来。后面的这些呢，我们要做的就是需要把中段的那个计算器给它置位，我们要使用中段了，也就是这个计算器。这样的话初始化就是可以的了。我们初始化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 tick 就是我们的周期。比如说我想10毫秒，不是，我想1毫秒出现一次中断，那我这里就要写成1000，因为我们计数到达一次的时间是1微秒，不是，我们计一个数的时间是1微秒，我们计1000个数到达的时间呢就是1毫秒。如果说我想10毫秒到一次，那这里的话呢就是10000。然后呢，我们的 delay 函数呢，我们当然还是需要一个 delay 函数的。我们这个 delay 函数要怎么写呢？我们直接去获取 handler 里边 systematic 里边它的计数的个数。所以说我们这里呢需要一个全局的计数变量，我们把变量就定义在这里边。systematic count 等于0，初始值是0。用这个volatile 来修饰一下，因为它要在中段里面访问，它两头都访问，我们不能让它被优化到计算器或者是缓存里边的值。然后这里边呢，我们 exit_turn， 然后这个变量每次都要加1。我们不用管它加到最高是怎么样，它是无符号的，它加到32位加满之后，它自己会溢出的，我们不用去管它。那我们在这里边呢，我们就需要用这样一个变量来帮我们做延时。我们这里再定义一个函数，先在头文件里面写。IRQ 版本。这里面就比较简单了。我们来定一个局部的变量 old count 等于当前的这个在中段 handler 里边计数的值。然后我们还是用 while 呢，我们就不是去读 systematic 这个标志位了，我们就直接来比较我们 old 的 count 和当前的 count， 它是差了多少。我们现在 old count 呢等于当前的这个 count， 那我们
old count 呢是已经被相当于被保存下来的，那它小于我想想啊，old count 等于当前的 count，然后比如说我们要它是我们要延时10毫秒，也就是 old count 要加上10毫秒。我们这里需要一个原则，也就是我们每加一次 count 值，这个 system count 每加一次，它是1毫秒，1毫秒加一次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10毫秒就是加10次，我们这个次数，这里边这个10，这里边这个10就是次数，我们把它复制过来，加 ms 毫秒，那就是 ms 次 count。我们 old count 呢是等于刚进入这个函数时候这个 system count 的值，然后 old count 加上 ms 呢就是将来定时到了的时候，这个 system count 应该被自加到那个值了，然后我们这个 count 是随时变的嘛，在小于它的时候，我们就一直在这循环，等于大于它了，我们就已经到了我们定时的时刻，那个时候这个 while 循环里边就为假，它就可以退出来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我们这里其实已经写死了，我们这里就必须要规定我们的一次中断，一次中断，我们需要的是1毫秒的时间。每次中断的时间是1毫秒。这个是怎么保证的呢？就是用我们刚刚的这个 system tick 来保证的。我们在主函数里边写，先要初始化这个 system tick。每次中断我们要求的是1毫秒，那这里就是1000，因为每计数一次是1微秒，1000个1微秒。那这个呢，我们还是来延时5秒钟，编译程序。好，没有问题。我们还是来执行一下，到这里加2个断点，然后现在执行，开始计时。是5.42秒，和上次的结果差不多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实验就完成了，就说明 system tick 它这里边的自加确实是在正常的运行。我们也可以再感受一下，这里加一个断点。你看这里，我们在这里初始化完事之后，它计时器就使能了。使能之后呢，就会去计时，计时到了，我们就会出现这个异常，这里呢就会加，这个时候它应该还是等于0的。我们加一次之后，它就等于1了。这就等于1了，再加就等于2了。一次次往上加，到最后呢，就整个程序定时结果就到了，整个程序就跑完了。好了，那 system tick 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就都已经说完了，中断的、非中断的，我们整个的这个计算器的使用 reload 和 concurrent 计算器。要注意一点呢，就是我们这个定时器计数器它只有24位。我们这里的程序呢，像这个 system init 呢，它倒是不会出现那个计数器装不下的情况，它倒是不会出现，因为我们这里是1毫秒一次，我1000已经定死了。但是这个里边呢，这个我们就得注意了。我们这里边呢是通过我们写入我们想要延时的时间来算出的这个 load value。那这个 load value呢，它会不会超过24位，就需要我们传参的时候来保证。
别搞太长的时间。比如说我们之前算的24位最长也就是16毫秒多，这里要是搞个20毫秒上去，那这个它就超过24位了。超过24位的话，那就没有办法了，它肯定就要出错了。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，注意一下就可以。大家大家的工程里边写自己的延时函数呢，可能也会用大体的方式是这样，但可能也会用其他的技巧。比如说，虽然说它一次会溢出，但是我们可以定一下24位它最大是多大，然后我们超过24位的呢，我们里边自己处理一下，给它计数成2个来回，这样当然也是可以的。不用中断，计数多来回，里边用程序保证也是可以的。大家呢了解了这个 systemtick 怎么去操作，这些进行器是什么意思之后呢，自己去写驱动就可以了。本课程的宗旨就是帮大家来了解 M4 里边的各个特性，它要怎么操作。好，那 systemtick 就结束了，本节课就到这里。